世界的大事儿，带你游天下。现在我们是在瓜拉登嘉楼的唐人街，这里是最早东南亚华人的聚集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从唐人街这里找一块在这里飘香了上百年的方形小面包。今天我们就从新品香开始。这个叫什么名字啊？这个叫什么？这边的店名啊，新品香不是这个东西。娃蛋盒。娃蛋盒，哦，这个多少钱一份呢？8块。8块哈。好的好的。婆婆，这个炒的是什么嘞？这个是滑蛋米粉。滑蛋米粉。来，那边有味道了。有味了，先做味。哪里有味啊？要什么？一个커피哦。咖啡。哎，咖啡热的。我要一个戈壁冰的。咖啡杯，咖啡哦，小面包你们要吗？要。小一份啊，把23都算。小面包叫什么？roti什么？啊，roti bun。roti bun。啊，small bun 啊，small bun。这边啊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我们还没有点那个，它这个是做的辣椒酱哈，38辣椒酱。这个是这边的。哦，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档的。啊，是家里的那个。哦，这是家里的。家里清汤，药材汤。哦。炸的脆脆。然后这边是已经做好的滑蛋。来，慢走哈。叔，这边是不是相对其他地方来说比较保守？啊，保守一点的。就是穿衣服，女孩子不能把肩膀露出来。有啊，他们也有把。不是肩膀穿裙子那种。他不能穿这样子吊带的。你看，穿裙子就有问题哦。比较久了，这个比较。那种抹胸的也不可以。不大使用。尽量不要。尽量的。如果穿成那种了，会被怎么样？罚款哦。罚款。穿吊带这些还要罚款。狗街不会，他知道你是为你去那个政府部门啊。政府部门，他不能不允许你进去，他挡住你不给你进去啊。跑街不行，跑街因为是这边是唐人街，还可以啦。我尽量不要去他，你们不会去啦。我来市区就不要看见了。哦，还是穿得保守一点好。保守一点。比较好，没有办法。就是从来没来过这边。哦。这是第一次。在重庆来的。以前登嘉楼是不是唐人街这边最繁华？啊，最繁华的。但是现在就人很少了。分散了，分散了。是不是？人口移动了。华人就慢慢离开了。这老的慢慢去世，年轻走出去了，走去首都了，吉隆坡首都那边好找吃。对。你是本地人？我可以算是本地人了。那肯定也出去了。反过来了，他是道地人。哦。他比较了解。在这里住。他比较了解。哦。你要了解问啊，他是土生华人。也不叫我先生啊。就是一直在这里。我先生是第6代。全是在这里。之前生的。有没有？在我第8代，1700多年已经有人来过。是不是很多都是福建人？你们也是？就是中国，我是福建，他是海南人，他是客家人。哦。一般上福建比较多。福建那时候漳州那一带走过来很多。漳州过来哈。啊。哦。所以我们扫墓啊，我们看到很多都是漳土啊、潮这一带的人比较多。哦。谢谢。这就是我心心念念的登嘉楼小面包，黄油和咖央酱直接放在旁边，就很有仪式感。外表是脆脆的、硬硬的，然后中间呢直接破开，把黄油放进去，咖央酱放进去，多一点。我喜欢吃咖央酱多一点。好，已经铺满了，把它封起来，一口爆香。哇！超级的满足，热面包配上这个冰黄油，咬下去真的就是冰火2重天的感觉。咖央的香甜，黄油的奶香，再加上这个面包的这种焦香的炭烤香，真的好好吃啊！无限松软，这个就是登嘉楼人吃了100年的快乐吗？太治愈了吧！
鸳鸯确实很鸳鸯，里面既有这种炒粿条、炒粉，然后下面又有炸的脆脆的这种炸米粉，它味道是属于那种广府的，非常清淡。最有特点的应该就是它炸的酥脆的这个炸米粉。一口滑蛋盒配上一个酸辣椒，开胃又爽口，好吃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好，谢谢。拿2块来。对，转一转，转一转。转一转。你是小巷什么都有的。好的，好的。阿婆，你是哪一年的？啊？哪一年的去年。47年。啊，我47年出世的，我在中国出世的。中国哪里出世啊？福建。福建。哦。那你过来炒这个炒多久了60年。到60年。20岁就开始炒了。哦，20岁开始炒过来，就说分始炒，还是很辛苦哈，热。不做不可以的，老人不做不可以的，老人不可以坐在家里的。为什么？头脑呀。哦，要动起来，要动起来。没有力，头脑最大呀，等一下。我的妈妈抱船抱我来。好，慢慢的，慢慢忙。好，谢谢。我们现在来到了登嘉楼唐人街的这个牌坊，在登嘉楼这个地方的话，最早就是福建人在这里来做卖米卖粮的生意的。跨过这个牌坊，从这里开始去逛逛马来西亚，或许是最老，但是肯定是最小的这一个唐人街。从牌坊过来，这边有几家老店，然后有卖肉骨茶的，然后也有吃小面包的。还有卖猪肉的小店，那前面呢，这个就是登嘉楼唐人街的和安宫。1998年，纽约的世界古迹基金会把这里列为世界最具历史价值的遗迹之一，但能留下的越来越少了。趁他们还在，多看几眼。顺着唐人街，现在我们来到了中段的和安宫。和安宫在1801年的时候就有了，是整个登嘉楼唐人街最早的也是最老的华人寺庙了。那在这里呢，200多年了，这里的香火从未断过。我们现在看到这座寺庙的话，应该不是最老的那一座，因为在10年的时候，好像这里有一场大火，把这个寺庙烧毁了。后来重建的时候，所有材料、木头、石头、神像全部从福建运过来，因为老一辈人说，庙里的香火要从老家接过来才算数。福建的木头漂洋过海来到这里，又立了起来。不知道是不是新修的原因，那么它主供的妈祖娘娘非常精美、非常漂亮的，在里面的话就要脱鞋，咱们在外面拜一拜。真的就是拜佛拜祖先，对于身体它是有好处的，因为你这样扣下去的时候，你的腰整个它是塌下去的，然后立起来。你就变相的在活动筋骨了，而且是真的是拜完之后很舒服，就那种血通了。有没有这种感觉吗？你现在？我有啊。那你回去每天拜我100下。左边是大国公福德正神，然后旁边这里的话是太岁殿啊，犯太岁就求一求。这是妈祖殿啊，妈祖娘娘，她的两边站的是顺风耳和千里眼。就是看万里的故事，百家灯火，听百家的怨言和祈求。啊，这边是观音娘娘，然后还有一个忠义殿关二爷。登嘉楼福建会馆第28届，然后理事会重修和安宫。其实和安宫也不是很大，就是一个主殿，但是这座庙的话，在这里见证了登嘉楼华人他们的发展、兴衰和来历，还有个超大的福字。登嘉楼这个保守州，虽然说华人的占比真的是很少很少，但是登嘉楼这个唐人街的话，其实还是蛮有活力的。你看，我们一路走过来，然后这些店面都是开着的，而且这一条街虽然说是老房子、老店屋，但是看起来的话，
也是粉刷特别漂亮，很有这种韵味。这个是很明显的南洋建筑，彩色的外墙，木雕的窗，屋檐还有着雕花，它既有中式又有欧式，还有马来式的融合。这是一个神料店，是不是？哦，不是卖东西的，我啥都卖，杂货店。你好，你好。没有看一下，杂货店哈，什么都卖哈。啊，这一条街最老的建筑是哪一个？最老的房子？哈哈，不大懂，因为我进才22年。哦，你才22年过来哦。好，谢谢你。谁说保守州没有卖猪肉啊？你看华人店，大哥，你好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像登嘉楼这边的话，它比如华人比较少嘛，然后卖猪肉的话，像巴萨里面也有卖吗？还是说是只能在唐人街这里面卖？哦，只能在唐人街卖。啊，对。那边相当于巴萨那些就是巴莱他们的东西。嗯，对，卖鱼、卖鸡、卖菜。哦。就是没有猪肉，什么都有。那如果在外面发现了有华人卖猪肉的话，是不是会有什么惩罚呀、罚款呀？没有可能的啊，没有可能的。为什么没有可能？就是华人不会出去卖。就是了，没有事找事，因为是很严重的一下。啊？很严重啊。对啊，他们猪肉是很那个的啦。华人卖面那些卖饭，他们也不来吃的吗？哦。就是华人要买猪肉，也只有跑到唐人街来卖。这其实这个冲突还是比较大哈、哦。就我们华人的东西他们不吃，他们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吃。嗯，对。但是他们介意吗？他们非常介意。非常介意我们去吃他的东西。啊，这样不会，这样。啊，这不会，就是非常介意，就是他来吃我们的东西。就这样的啦。好嘞，谢谢你啊。听说这一条唐人街上面有一些建筑已经超过100年的历史了。你看这个是不是？这个就好漂亮哦，但是它上面应该是有一个时间的，但是已经看不清楚了。这栋房子应该是我们看的唐人街啊上面最漂亮的房子了。确实啊，你看做的相当的精美，浮雕、覆墙柱、木窗，还有屋檐的雕花，这种配色，还有欧式、马来式，它就是很融合的一个代表。神料店福德。它里面还有庙。哎，你好，它里面是有一个庙吗？庙在那边。哦，这是你们自己供的，是不是？自己供的，庙是在大众庙是在隔壁。我知道那个安和宫嘛，刚刚有去，我就是看着这里有一个庙，我以为是。不是，我这里家庭式的。哦，家庭式。那为什么外面也要打福德呀？啊，它名字取的福德哈。就是你们这个店的名字叫福德。对。哦，我以为还是福德正神、福德祠。不是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。蛮好的。好。咖啡杯套装。这个还有旧街场饼干。一般的话，烧车、烧房、烧金砖，对不对？烧咖啡这个比较少。还有美露套餐，就风俗不一样了。风俗不一样，如果可以，就是我们拿真正的公平来了。对，因为像比如说我们给老一辈的上就是什么车呀、房子啊、别墅啊，烧美女啊，烧美女都有。烧美女。也反正也纸的吧。纸做的，但是没有咖啡。没有咖啡。好，谢谢。面盆套装。这个顶上的话还有老式的木板房。这一间也是大户人家哦，你看它这个覆墙柱多漂亮，多出来。这个顶上这个雕花方方正正的，好看。这个感觉就不像华人建筑。High up on the shelf is all covered in dust. 口牌房，然后一直走，就没走多久，感觉就到了它的后半段啊，确实是很小很短，但是在它后半段的话，这些房子就比较漂亮，感觉的话就更加的这种修复和保存的要完善很多。婆婆走了哟，拜拜，拜拜，都感觉是婆婆爷爷上了年纪的
一些人在守的店铺。 heaven and hell. 这里也算唐人街的一个小景了，唐人街街头街尾的一个桥。 The darkness of the fearless. 这几栋房子的话也是比较老了，其实真的是可以看得出来，登嘉楼唐人街的这些房子有一定的年深了。刚刚吃饭的时候跟那个阿姨聊，她都是已经第8代了。我们在马来西亚走过那么多地方，听到第4代、第5代的话，都算是比较历史久远的了。然后现在出现了第8代，所以可见当时登嘉楼就是华人到登嘉楼这个地方的话，历史确实是相当悠久的。 到顺德，哇，它这个下面你看这些，好漂亮啊！做的这些装饰，木门儿，老式的木门，红色的牌匾，好看，好看，这个好看。看那个玻璃上的字。哦，德顺文化馆，德顺。 Some old sweet melody about the life we lead, the love that we never found. Said I love you. 我身后的这一栋的话，其实也很老了，但是它已经荒废了。我在这里玩，这个小叶榕长了这个根须。 Said I love you. Honey, now, yeah. Just keep doing what comes natural. 对哈， Heat of the night. 大哥，这个店有多久时间应该是有百多年了哇？100多年了。有整100年都有。哦，那像这种房子，现在买一间的话多少钱整100万。 100万。整100万。哦，地的产权也是归这个的。啊对。丁安路的地特别贵，比起来。为什么登嘉楼的地很贵？因为华人少，因为丁安路的华人不能买马来人的地。 不能买，好像既然单一不一样。哦。好像你有钱没有未必你可以买得到，因为华人地在唐人街还有好像马来地方啊没有发展，你不能买，你极有钱你都不能买。哇，好多限制啊，感觉啊。对。所以这边华人很少了。电话哦，好，你先忙哈。这里，这个私家感觉就在马来西亚登嘉楼这么不值钱吗？当铺啊。 这房子上面那个雕花很好看。到街尾的几间老房子上面，我们看到这个门头，门上面都还有对联儿，还有字儿。你看，阳春布暖，联络经营远，盛腾鹤什么红，飘香。你过来。它这个不叫对联，它这个应该是它招牌的一个解释。你看之前就是它应该叫连胜，以前。 你看当时那个顺德也是嘛，德顺也是。其实我觉得，就中国很传统的这种大门、大木门，看起来好有感觉哦，好厚重，对，很霸气。以前小的时候觉得啊，好老哦，没什么感觉。你看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的话，这个很大，整块的那种大木板，然后给人感觉很厚重、端庄、严肃、威严，中华文化的另外一种展现。我觉得真的很霸气啊，这个。 你看嘛，这个烫金红底，马来人懂不懂啊？懂的。随着道路的变宽，我们也走到了唐人街真正的尾声了。那这一期节目就这样了，世界这么大，Sherry 带你游天下，跟着我们继续逛登嘉楼吧，记得订阅关注一下哟。